欢迎收听我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一个跟你我生活真的很有关系的，就是 Gmail 的安全问题。我们手上整理了一些资料哦，有像是数位时代 Business Next、经济日报这些媒体的报道，也有像 Bleeping Computer 趋势科技这种比较专业的资安部落格文章，还有我们也看了一些 YouTube 上的分析影片，甚至有些大学像台科大技网中心分享的关于社交工程手法的简报。当然啦 ，Google 官方的说明我们也参考了，所以这次我们的任务很清楚，就是要帮你厘清一下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什么 Gmail 大规模资料外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还有骇客实际上到底是用什么手法在攻击？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好自己的 Google 账号？最后也会看一下，未来 Gmail 有哪些功能可能会改变？好，准备好了吗？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些资料吧。没错，最近确实很多这种 Google 或 Gmail 被骇客的消息，而且那个标题常常下得很耸动，像你刚刚提到的25亿 Gmail 用户资料外泄这个，我们是真的需要好好检视一下这些资讯了，帮大家分清楚，哪些是真的，哪些可能有点夸张了。而且我觉得更关键的是要去理解骇客就算没有直接拿到你的密码，他们是怎么利用手上的那些零散资讯来做下一步攻击的。这个对大家保护自己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好的，那我们就先从那个最吸睛的新闻开始谈好了。听说是一个叫 Shiny Hunters 的骇客集团入侵了 Google 的资料库，然后导致高达25亿 Gmail 用户的个资外泄。这个数字听起来实在太可怕了啦。对，这部分我觉得需要说的精确一点。根据 Google 自己的那个威胁情报小组，就是 GTIG， 还有像 Bleeping Computer 这些资安媒体的报道Shiny Hunters 这个组织 ，Google 内部也叫他们 UNC6040，他们确实针对蛮多家大企业发动攻击，目标包括 Google， 没错，还有像 Adidas 甚至 LVMH 旗下的牌子等等。不过，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是这些公司内部在用的那个 Salesforce CRM 系统。Salesforce，那是什么东西啊？客户关系管理吗？那个跟我们一般人用的 Gmail 有直接关系吗？对 ，Salesforce 就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很多公司会用它来存客户商业伙伴的资料。这次事件是 Google 公司内部自己用的某个 Salesforce 系统被入侵了。那个值得注意的是骇客用的手法其实不是什么很厉害的技术漏洞，反而是那种蛮传统可是很有效的叫做语音钓鱼，就是 phishing， 再加上社交工程。语音钓鱼是打电话吗？对，就是假冒成公司里面的 IT 人员打电话给员工，然后用话术诱导员工去同意、去授权一个恶意的应用程式。那个程式可能还做得跟官方工具很像哦。哇！对，员工一旦不小心授权了，骇客就能透过这个恶意程式，把 Salesforce 里面的资料大量汇出去。原来是这样。那骇客用这种方法到底拿到什么资料啊？真的是传说中那25亿 Gmail 用户的密码还有邮件内容吗？这个就是关键点需要理清。Google 官方有特别出来强调这次被偷走的资料主要是在那个企业用的 Salesforce 系统里面的，大部分是基本的，而且很多是公开可以找到的商业联络资讯。商业联络资讯像是什么？比如说一些中小企业的公司名字联络电话地址类似这种。那最重要的就是 Google 说，一般消费者的个人 Gmail 账号还有 Google Cloud 账号，在这次的事件里面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害。你的密码也没有因为这次 Salesforce 被入侵而外泄，所以那个所谓25亿用户面临风险的说法Google 官方是没有证实的，感觉比较像是部分媒体为了标题耸动下的啦。所以意思是说，对我们这种一般用 Gmail 的人来说，在那一次针对企业 Salesforce 的攻击里面，我们存在 Gmail 信箱云端硬碟里的东西，像是私人邮件档案，其实是没有被骇客看光光的。
根据 Google 目前的说法是这样，没错。在那次特定的事件里，你的个人 Gmail 内容跟密码理论上是安全的。不过，这不代表你就没事了，可以放心了。接下来这一点就蛮有意思的。哦，怎么说？就是说，虽然骇客没有直接拿到你的 Gmail 密码，但是他们透过攻击 Salesforce 或其他有的没的系统，手上确实有了一大堆商业联络资讯清单。这些清单里面可能就有你公司的资料或你工作上联络人的资料。那现在呢，他们就利用这些资料，针对名单上的这些 Gmail 使用者，发动那种更精准、更难防的攻击。更精准的攻击，听起来更危险了耶。他们会用哪些手法啊？最主要也最常见的武器就是钓鱼邮件 （phishing）。骇客会大量寄假的信，伪装成 Google 啊、你的银行或是其他你可能会相信的机构。那因为他们手上可能有一些之前外泄事件拿到的零碎资料，像是你的名字、在哪个公司上班，甚至你最近联络过谁。哦，这样信件看起来就更真了。对，这些钓鱼信就会看起来更逼真、更有说服力。信里面可能就骗你说，你的账号有问题哦，有风险哦，要更新资料哦，然后叫你赶快点里面的连结去重设密码哦，验证身份啊，确认订单之类的。你一旦点了那个连结，可能就连到一个做的跟官网一模一样的假登录页面。假的登录页。对，你在上面输入账号密码，那就真的送给骇客了。另外一种，越来越多而且更难处理的是语音钓鱼 （phishing）。就是刚刚说的打电话。没错。骇客会直接打电话给你，有时候他们还会去伪造那个来电显示号码，可能伪装成 Google 美国总部的区码，像是650开头的。哇塞！对，然后他们就利用手上那些零散的个资，跟你说，我们看到你最近在某某平台有活动记录哦，先建立信任感，然后再编理由，什么你的账户要紧急验证啊，不然会被锁起来啊，又骗你在电话里直接讲出密码。或者是手机收到的那个一次性验证码，就是 OTP。这个用讲的感觉更容易让人放下戒心耶。真的，这种直接互动的方式，很多人一紧张就给了。除了这两种用骗的，还有其他风险吗？还有一些比较传统一点，但还是有用的方法，比方说暴力破解 （brute force attack）。骇客拿到那些外泄的 email 名单之后，他们会去试用那种超级常见的懒人密码，像是123456吗？对，123456 password， 你的生日 admin QWERTY 这种，他们就用程式去大量尝试登录你的账号。这也是为什么，就算这次 Salesforce 事件没有直接外泄密码， Google 跟趋势科技这些专家还是不停地说，如果你还在用这种很简单的密码，或者好几个网站都用同一组密码，真的拜托赶快去换掉。另外，也要小心信里面的恶意附件跟连结。骇客可能会把病毒或木马伪装成什么发票啊、快递单啊、扫描文件之类的附件。常见是什么党名啊？像是.exe 啦、.zip， 但里面包.exe 啦。有时候连 PDF 都会伪装成 PDF.exe。还有像.scr 这种萤幕保护程式档，或者是用连结引诱你点了就连到有问题的网站，可能会偷偷下载恶意程式。听起来现在的骇客越来越懂心理学了诶，特别是如果他们手上真的有我的名字、公司资料，让那些假的信、假的电话听起来那么真，我们一般人到底要怎么分得出真假啦？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看出来的破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最难的地方。因为社交工厂的核心，真的就是利用我们人性的习惯反应，像是看到紧急就紧张，看到优惠就心动，看到好像是官方来的指示就不太会怀疑。有些治安报告说超过90%的网络攻击，其实都是从一封设计过的 email 开始的。90%？这么高哦？对啊，所以提升我们自己的警觉心，还有辨识能力，真的是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防线。那你问说怎么分辨？
确实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注意啦。好，那面对这些千奇百怪的攻击手法，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比较有效地保护自己？身为这么多 Gmail 的使用者，有没有什么具体可以一步一步做的自保方法？我们整理了手边的资料，包括 Google 官方的建议、VIP Cybersecurity 的提醒、趋势科技的分析，还有像台科大简报里面的重点，可以归纳出几个蛮关键的行动步骤。首先，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去辨识那些可疑的邮件、讯息还有电话。好，辨识。第一点，你要很仔细的去看寄件者的 email 地址。官方的信通常会从他们特定的网域来，像是 Google 的结尾通常是 @google.com 或是 @accounts.google.com。可是千万要小心，骇客超会伪造的，他们可能会去注册那种看起来很像的网域名称，像是比如说把英文字母 O 换成数字0，变成 googlee.com 之类的。这个不仔细看真的会没发现。对，或者用一些看起来好像很官方，但其实是用免费信箱，像什么 Google Support Team@gmail.com， 或是用一些不相关的地址，例如 noreply.service.tw@outlook.com 这种。总之，看到任何你没预期会收到，或地址看起来怪怪的，都要先打个问号。第二点，留意邮件或讯息的语气和内容，是不是写得很急，一直强调限时，再不处理账号就要被关掉？主旨是不是写得太夸张、太诱人，比如说你中了大奖之类的？内容有没有很明显的错别字、文法怪怪的？最重要的，它是不是直接跟你用密码、信用卡号、身份证字号或手机收到的那个 OTP 验证码？正规的公司通常不会这样直接要这些超级敏感的资料啦，看到这些大概就有问题了。我有时候会收到那种看起来很像官方寄来的，但寄件者地址又有点怪怪的信，真的会犹豫一下，不知道该不该信。没错，这种时候宁可多怀疑一下。第三点，处理邮件里的附件和连结要非常非常小心，绝对不要随便去点开那种来路不明的，或者你根本没预期会收到的附件，特别是刚刚讲的到 exe.zip.square.js.vbs 这些，很可能里面就是病毒。那连接呢？有时候信里面会有按钮或连接。对，对于信件内容里的任何连接，不要直接点下去。比较保险的做法是，你先把滑鼠游标移到那个连接上面，但是不要点哦。然后看一下浏览器左下角，通常会显示这个连接实际会连到的网址。可以预览。对，预览一下，看看那个实际网址是不是你预期的官方网站。如果网址看起来很奇怪，或者跟连接上写的字不一样，那就千万不要点。第四点，不要轻信任何主动打电话来或是发讯息来跟你要敏感资讯的。你要记得 ，Google 或大部分正常的公司几乎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去要你的密码、要你的验证码，或者叫你远端操作电脑。如果你接到电话或简讯，对方自称是 Google 客服、微软工程师、银行行员，然后用各种理由叫你做这些事，那几乎可以肯定99% 以上是诈骗。哇！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直接挂掉电话，或者把讯息删掉，不要理他就好了。听起来我们真的要改变一下习惯了。可能以前是先相信，但还是要确认一下。现在要变成预设就是先怀疑，什么都要仔细验证。那在账号本身的设定上呢，除了提高警觉，我们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加强保护？正是这样，除了提高警觉，强化你 Google 账号本身的安全性设定一样非常重要。第一，设定一个够强而且独一无二的密码，避免用任何很容易被猜到的，像生日、电话、名字拼音、123456 password 这些真的不行。那怎样算够强？一个好的强密码最好是包括大写小写英文字母、数字，还有特殊符号，而且长度要够长，建议至少12个字以上。更重要的说，你在不同的网站、不同的 App 都应该用不一样的密码。这个很难记耶。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麻烦，要记那么多组复杂密码。
所以我非常非常建议你可以考虑用密码管理器 （Password Manager）。这种工具可以帮你产生很复杂又独一无二的密码，然后安全的储存起来。要登录的时候还可以帮你自动填好，很方便。哦，密码管理器。对，第二，你一定要去启用2步骤验证，就是 Two-Step Verification， 也常听到人家说 2FA 或 MFA， 这个可以说是保护你账号最重要的一层额外防护了。就算骇客运气好猜到或偷到你的密码，如果他没有第2种验证方式，他还是登不进去你的账号。这个一定要开。对，那在设定2步骤验证的时候啊，强烈建议你优先选用验证器应用程式 Authenticator App， 像是 Google Authenticator、Authy 或是其他类似的 App， 或者更安全的是用实体安全金钥 Physical Security Key， 像个 USB 那样。尽量避免只靠手机简讯，就是 SMS 收验证码。为什么？简讯不是很方便吗？方便是方便，但简讯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可能被拦截的，或者被转移，像是有一种叫 SIM 卡交换攻击，相对来说风险比较高一点。启用2步做验证听起来真的很安全，但我也听过朋友抱怨说，觉得有点麻烦呢，每次登录都要多一道手续，或是担心万一手机掉了，换手机会不会就登不进自己账号了？这方面有什么建议？这个顾虑很实际了，方便性上确实是多一个步骤没错，但你想想看，跟账号被盗之后那个损失跟麻烦比起来，这个多出来的步骤绝对是值得的。而且你可以设定让你在信任的装置，像你自己的电脑，可以保持登录一段时间，这样就不用每次都验证。那如果手机真的掉了怎么办？这点很重要。在你设定 2FA 的时候， Google 或大部分服务都会提供一组备用码 Backup Codes。你设定完当下就要把这些备用码下载下来，好好存起来，放在安全的地方。存哪里？你可以印出来锁在保险箱，或是存在一个你有加密的随身碟里，总是不能跟手机放一起。这样万一手机真的出状况，你还可以用备用码登录。同时也可以设定备用的验证方式，比如说绑定另外一只手机，或是另一个 email。了解，备用方案要先准备好。对，第3点，可以积极考虑开始用通行密钥 Passkeys。这个是 Google、Apple、Microsoft 这些大公司现在很用力在推的下一代登录技术。Passkeys 那是怎么运作的？ Passkeys 就是让你用你自己的装置，像你的手机或电脑内建的生物辨识功能，像是指纹、脸部辨识。对，指纹、脸部辨识，或者是你装置设定的那个 PIN 码，来登录网站或 App， 就完全不用输入密码了。哇，听起来很方便呢。不止方便，而且因为没有密码可以被钓鱼网站骗走，所以更安全，可以很有效地对抗钓鱼攻击。你可以随时到你的 Google 账户那个安全性的设定页面去看看怎么启用 Passkeys。第4，要养成习惯，定期去检查你的账号活动记录。定期检查要看什么？你可以偶尔到 Google 账户的安全性那个页面看一下近期的安全性事件，还有一个是你的装置清单哦。如果你在登录装置清单里面看到有你不认识的装置，比如说奇怪的手机型号，或者在国外登录，你就要立刻把它登出。同时也要检查一下你的账户设定里面有没有被偷偷加了奇怪的邮件筛选器或转寄规则。为什么要看这个？因为有些骇客入侵之后会设定规则，把你收到的重要邮件，比如说银行的通知信，偷偷转寄一份到他们自己的信箱。哇，这招很阴险。对，还要看看已连接的应用程式和网站清单里面有没有一些你不认识的，或是你很久没在用的第3方 App， 还被授权可以存取你的 Google 账户资料。把这些可疑的或是不再需要的授权都把它移除掉。这个也要清一清。还有确认一下你设定的那个备援电话号码跟备援电子邮件地址是不是还是对的，是不是你现在还能收得到的。这些资讯在你万一需要救回账号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哦。其实 Google 有提供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叫做安全性检查 Security Checkup。你可以定期去跑一次，它会像做健康检查一样，一步一步带你去看你的账户有哪些安全设定可以加强。听起来也不错。最后一点提醒哦，
确保你用来登录 Gmail 的那个装置，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它本身是安全的。记得要常常更新你的作业系统，还有浏览器到最新版本，因为新版本通常会修补一些已经知道的安全漏洞。还有，要装一套信誉良好的防毒软体，然后记得让它的病毒码保持在最新状态。装置本身也要顾好。对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用的第三方网站，叫做 Have I Been Pwned？ Have I been pwned？ 被喷了吗？哈哈，对 ，Pwn 是骇客术语，就是被害、被攻破的意思。你可以去这个网站输入你的 email 地址，它会帮你查你的 email 有没有出现在过去那些已知的重大的资料外泄事件名单里面。哇，这可以查得到。对，它收集了很多公开的外泄资料库。如果查出来你的 email 曾经在哪一次外泄事件中出现过，那你真的务必立刻去把你所有用这个 email 注册的服务，尤其是重要的像银行、购物网站，把密码全部换掉，因为你的密码很有可能已经在骇客手上流传了。天哪，这个一定要去查查看。听起来保护账号的功课真的要做很足诶，从辨识风险到强化设定，再到定期检查，真的是从里到外都要顾到诶。特别是你刚刚一直强调的那个2步做验证，还有未来趋势的 Passkeys， 好像是现在最能有效提升账号安全的关键方法。没错。除了这些跟账号安全有关的防护议题啊，我们手边的资料也提到 Google 最近有宣布几项关于 Gmail 未来功能调整的计划。这里有个蛮值得注意的点哦，就是为了要提升整个服务的安全性和标准化， Google 决定在2026年1月开始要停止支援2项比较旧的功能。停止支援哪2项啊？第一项是 Gmailify， 这个功能是让你可以把其他不是 Gmail 的信箱，像是你的 Outlook.com 信箱啊，或是 Yahoo Mail， 把它们连接到 Gmail 的网页界面或 App 里面一起管理。而且还可以套用 Gmail 的一些功能，像是垃圾性过滤啊、自动分类之类的。我知道这个功能。那另一个呢？另外一个是检查其他账户的邮件这个功能里面用的 POP 协议。讲白话一点，就是用比较旧的那个 POP3 邮件协议，把你其他外部信箱，可能是你公司的信箱，或是中华电信那种 ISP 给你的信箱，把里面的信下载到你的 Gmail 账户里面来看。所以这2个功能要停掉了，那对现在正在用的人会有什么影响？影响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好有用 Gmailify 连其他信箱，或者用 POP3 把其他信箱的信收进 Gmail， 那从2026年1月开始，新的信就没办法再用这2种方式进到你的 Gmail 了。那怎么办？有替代方案吗？有的，你需要在那之前换成其他的替代方案。比如说，你可以登入你那个外部信箱，像 Outlook.com 或 Yahoo Mail， 去它的设定里面找找看有没有自动转寄 Auto Forwarding 这个功能，设定把所有收到的新信都自动转寄一份到你的 Gmail 地址，这样也可以达到类似效果。自动转寄。还有呢？或者，如果你的外部信箱有支援的话，你可以改用 IMAP 协议来连接。IMAP 是比 POP3 更新、功能更强也更安全的邮件协议。它是用同步的方式，你在任何地方读信、删信、移动信件都会反映到伺服器上，其他装置也会同步更新。IMAP 比较好。对，不过这里要特别厘清一点哦，这次的变动跟你用其他的邮件软体，比如说你电脑装的 Outlook 或是手机的邮件 App，用这些软体透过 POP 或 IMAP 去收发你自己的 Gmail 账号的信，这个是不受影响的。是 Gmail 去抓别人的信，这部分的功能改变。没错，主要是影响 Gmail 作为一个客户端去抓其他外部信箱邮件时，用的 Gmailify 和 POP3 这2个特定功能会停掉。原来是这样。那 Gmail 为什么要停掉这2个功能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主要还是为了安全考量了。POP3 是个很早期的协议了，它在传送账号密码的方式上跟现在的标准比起来，相对比较不安全。而且它天生设计上就不支援像是2步骤验证这种比较现代的安全机制。
现在网络威胁这么多，继续支援这种比较不安全的旧协议，风险就比较高。所以 Google 显然是希望大家转去用更安全、更现代的 IMAP 协议。那 Gmailify 呢？ Gmailify 停用，除了安全考量，可能也是为了简化 Gmail 整体的服务架构吧，让他们后端维护和未来开发可以更有效率一点。今天我们这样一路谈下来收获蛮多的。首先厘清了最近那个很吓人的 Gmail 安全传闻，就是那个25亿账号外泄的说法。了解到它其实是针对企业用的 Salesforce 系统，不是直接打一般人的 Gmail。然后我们也深入了解了现在骇客最爱用的武器——社交工程，特别是钓鱼邮件跟语音钓鱼这种专攻心理弱点的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各方资料整理出很多具体可行的步骤，来帮助你保护好自己的 Google 账号。对，没错。我来帮大家快速总结一下今天最重要的几个关键 takeaway 好了哈。第一，最近针对 Salesforce 这些企业系统的攻击，虽然没有直接让大量 Gmail 消费者的密码或邮件内容外泄，但是骇客偷到的那些商业联络资讯，确实被大量用来发动后续的钓鱼攻击，而且是更精准、看起来更真的那种，所以间接风险还是有的。第二，社交工程，尤其是用 email 和电话来骗人的钓鱼诈骗，是现在对我们个人使用者最大的威胁之一。因为它打的不是技术漏洞，而是我们人性的弱点，我们的信任感，我们的心理盲点。第三，保护账号安全的关键行动，拜托一定要做到。用独特又够强的密码，密码管理器是好帮手。强制启用2步骤验证，最好用验证器 App 或实体金钥，少用简讯，然后可以开始研究 Passkeys。还有，对收到的任何可疑讯息、电话都要保持高度警觉跟怀疑，并且养成习惯，定期去检查你的账户活动记录和安全设定。第四，记得Gmail 在2026年初会停掉 Gmailify 跟用 IMAP 收外部信的功能。如果你现在有在用，要提早规划替代方案，看是要改用 IMAP 还是设定自动转寄。真的，就像有资料提醒我们的，你的 Gmail 账号往往是你整个数位生活的中心，那把钥匙。不管是登入网络银行、网购平台、各种社群媒体，几乎都跟它绑在一起。它的安全直接关系到你所有的数位足迹跟个人资讯安全，保护好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那我们这次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希望我们从各方来源为你整理分析的这些资讯，对你有实际的帮助。这其实也引出了一个我觉得蛮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耶，就是我们看到即使科技一直进步，对不对？但是网络攻击的手法反而越来越侧重在去操纵人，利用人的心理、人的信任感。这是不是代表说，未来最重要的治安防线，可能不再只是去盖更复杂的防火墙，或发明更难破解的加密技术，反而更多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够培养出足够的媒体素养、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让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去辨识、去抵挡这些针对人性弱点来的这种心理层面的操控跟诈骗。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去思考和学习的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